大家好，我是大佩。今天这支影片呢，是要跟大家分享适合彩妆新手朋友的底妆画法。所以今天我们就用湿海绵，用粉底液，我们也不做过多的调色。遮瑕方面呢，我们也是用简单的用手指头来完成。希望这支影片可以让刚开始学化妆的新手朋友们觉得很有帮助。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就继续看下去吧。因为今天呢，要帮大家示范的底妆是比较适合初学者，为了初学者而做的示范，所以呢，我要用的工具就不是我比较常用的粉底刷，我今天要用的是湿的海绵。这个是好莱坞的秘密，他们出的就是很大包，里面有很多的海绵，然后价钱也不是很贵，所以初学者使用起来也不用感到有什么压力。那这个海绵呢，它就是沾湿了之后，确定要就是一直在水龙头底下挤压它，确定它完全沾湿了，它就会膨胀变大一些，然后也会变得比较柔软有弹性一点。之后呢，就用卫生纸，或者是你用那种厨房餐巾纸不会掉屑的，把它压干，一定要确实的，就是把多余的水分都压掉。如果这个海绵上面的水分太多啊，上底妆其实并不会比较保湿，反而会让你的那个粉底很不服帖。因为我们的粉底呢是不溶于水的嘛，是比较油脂的，比较油脂成分比较高的。那如果你这上面都是水，它没有办法好好的把那个底妆压在你的皮肤上，反而会让底妆浮在你的脸上。所以呢，要把水压干，压到什么程度？就是它摸起来是潮湿的、有弹性的，但是你在脸上拍的时候，你不觉得它在你脸上留下了很多的水分？大概是这样。那我今天用的产品呢是这个。这个是爱杜莎出的 BB 霜，我这个颜色是自然肤色，它有2个颜色，这个是比较深的颜色。其实我觉得市面上卖的底妆的产品啊，它的颜色都比我自己觉得台湾女性平均的肤色还要来得浅。也许是大家很喜欢用过白的底妆，我也不确定原因是为什么。但是我要特别提醒初学者，你的底妆是为了要修饰你的肤色，不是要遮盖你的肤色。所以你只需要在你肤色不均、有缺点的地方使用它。那想当然，那你就是皮肤肤况好的地方，你就不需要叠加很多啊。那你的底妆当然要选跟肤色一样，最接近的颜色当然是最好，并不是把整个脸都压上一层底妆，然后让那个皮肤的颜色均匀的都是这个底妆产品的颜色。其实这样子是比较没有那么自然，而且你跟脖子就会有色差。所以为什么我上底妆我不太会把它带到脖子上面？因为我觉得在选色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注意你的底妆跟你的脖子不要有明显的差距，这样你在上底妆的时候，你就可以比较自由的控制你哪里亮多，哪里亮少，你不需要担心亮多的地方跟亮少的地方跟你脖子的地方颜色有很大的差距。那大概原则是这样。然后接下来有另外一点，就是我不一定要跟我一样，是我自己觉得这样比较好，那大家做参考。就是我上底妆的时候，我不喜欢粉底挤在手上，然后在脸上均匀的点开，然后再用刷子或海绵均匀的弹压。我觉得我需要的不是一层均匀的颜色，而是在我需要做修饰的地方上色，这样就好。所以呢，我的方式是把你的底妆挤在手上，之后请你用手指头把它在手上推开一些，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呢？因为如果你把底妆挤在手上，你没有把它就是延展开来，你不论用刷子
还是用海绵，你沾的时候就会发生很大一坨，然后在小小的面积，那这个工具就没有办法把底妆就是均匀的放在你需要的那个小区域，而是会单点大量的在脸上，就是不好看。所以呢，这样做之后，你的海绵从边缘沾取，一次量就是也不要太多，然后就像我的脸啊，就是很泛红，中央的地方特别的红，所以你就从你觉得你的脸瑕疵最多、肤色最不均匀的地方下手。有一个重点，就是粉底液、底妆是要均匀你的肤色。如果你有痘疤、你有黑眼圈、你有很重大的瑕疵，不要试着叠加这个想要把它盖住，你只要针对你肤色不均匀的地方做修饰就好。那些比较明显重大的瑕疵，你叠加这个其实就算你叠加到一个厚度把它盖住了，那个持妆效果也不会好，因为底妆产品它的粘度不够，它没有办法好好的在那个地方就是遮盖你的瑕疵很久，所以我们宁愿用少量的遮瑕产品来遮盖这些东西，也不要用大量的底妆想要把它盖过去。那我从中间的地方，不要用推的，用弹压的方式，反正一切就是以你肤色最不均匀的地方下手。然后你需要产品的时候，你再叠加。所以有的时候人家问我说你的底妆上几层，我没有办法回答你几层，因为我的上妆方式不是一层一层上去，我的方式是在需要的地方放上去，然后把边缘就是衔接好，之后你哪里还需要你再加上去，这样这边泛红的现象就会降低很多。然后黑眼圈的地方也已经稍微做一些修饰。那主要还是就是你看，就是脸啊、脖子啊，有上底妆和没上底妆的地方，色差会不会很大？但其实我自己不太常用粉底液，最大原因就是因为人的皮肤肤色常常都会有一些变化，那一罐粉底液其实没有办法完全贴合你的肤色，更不用说配合你肤色的变化。所以我比较常用膏状的产品，是因为调色上面会比较方便。那如果你不介意就是底妆跟你的肤色有一点点差距的话，其实用接近的颜色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不过有的比较讲究的人，他就会买2罐粉底液，一深一浅，然后调出自己的肤色。然后上妆的时候啊，尽量用轻弹的方式，力道尽量轻，尽量不要用力重拍重压，这样其实对你的底妆啊都有一些不好的影响。因为上面有一些液体，你把这个粉底液放在你的脸上，你用压的，你用拍的，它的周围就会有一个明显的痕迹，你就很难把它带开来。而且如果你用拍压的，其实比轻弹更容易不均匀。好，底妆大致上上完之后呢，我们就要来做遮瑕。那在做遮瑕的时候，看你讲究的程度。如果你的黑眼圈不是很明显，其实你可以用跟你肤色一样的遮瑕膏来做修饰黑眼圈还有泛红。如果你黑眼圈很严重的话，那看你选择啦，也许你可以挑就是带一点红色调的遮瑕膏来帮你修饰黑眼圈。那我这边用的产品呢是这个是 Laura Mercier 的双色遮瑕盘，里面有一深一浅2个颜色，一深一浅。那它的深色其实是带一点红色调，带一点点红色调的深色，所以其实遮黑眼圈很适合。那你也可以调和2个颜色，这边偏黄一点点，偏红一点点，你可以调和2个颜色，调出你需要的颜色来。我这边用的是 SC3 号这一盘。然后看你自己选择，看你想要用刷子还是用手指头。那如果你想要用手指头的话，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用刷子上遮瑕膏的时候，你沾完
上在你就是不均最严重、颜色最重的地方。上完之后，用手指头用温度把它推匀，把它拍开嘛。如果你没有使用刷子，但是你有2只手指头啊，所以呢，你有5只手指头，但你可以用2只，用其中的2只。譬如我用无名指沾取这个比较红一点点的颜色来修饰我的黑眼圈，从颜色最深、最不均匀的这个地方，把遮瑕膏放上去，然后呢，这边有一些血管露出来，我不确定镜头看不看得到，隐隐约约有一些血管跑出来。把颜色放上去之后，你可以用另外一只干净的手指头，就像这是遮瑕刷，这个干净的这一只是你用手指头把它推匀的过程。然后这时候呢，也是用干净的那一只手指头，把边缘稍微处理一下。那我觉得如果有颜色被干净的手指头带掉太多的话，就用沾过遮瑕膏的那一只稍微补回去一点。然后看你晕染的手法，如果你觉得你晕染的不是太好，有一些明显的颜色的衔接，你可以用你刚刚上过底妆的海绵轻盘哦，一定要很轻很轻，千万不要把你遮好的地方都弄坏掉。这样这边的黑眼圈就做了大致上的修饰，但是我需要特别提醒一下，如果你的黑眼圈是这一道泪沟很明显、很深，甚至有一些立体的形状，这道泪沟有这样的情况，我就强烈建议你去买一支遮瑕刷。你的遮瑕刷也不宜太大，最好是可以，我觉得大小上面大概就像这样，这个是 Make Up For Ever 的小的遮瑕刷。我觉得如果你这个泪沟太明显的人，你最好买大概这样子的遮瑕刷，来帮你在这边叠加颜色，因为用手指头就不够精准，然后你的瑕疵又很局限在小部位，所以遮瑕刷需不需要其实是因人而异啦。那接下来呢，就是在脸上有没有特别有，比如说痘疤啊、斑点啊、泛红啊这些瑕疵，在底妆上完之后还是很明显的，这时候你就可以用手指头，或是如果你是痘痘的话，我就很建议你用这种小支的遮瑕刷，小支的眼线刷，眼线刷的大小可能比较刚好。用眼线刷，然后沾遮瑕膏来遮你的痘，都用手指头轻轻的弹开这样。那如果你是，譬如说像我就是边边啊，鼻翼的边边会有点泛红，或是脸颊上面有血管透出来，这种比较大范围的，比较没有那么局限在小范围，然后色块感很明显这种瑕疵，用手指头其实也可以。那我接下来用的是这个比较带黄色感觉的浅色。这样整体肤色大概就均匀了很多。那我再来要提醒大家一个比较少人注意到的细节，就是你上了底妆之后呢，看你是不是双眼皮，或者是你的眼皮容不容易出油。大家抬头看这个眼头、眼褶这一块区域，应该或多或少都会有底妆在这个地方。有的人甚至会把粉底上在眼皮上面，希望遮盖一些肤色不均。但是我自己不太建议这样，因为你的眼睛一直眨一整天，其实你如果用粉底液在上面的话，出油它很容易就会浮起来，因为你一直眨眼睛，甚至就是双眼皮的话就会激线。我自己特别容易在眼头这边双眼皮激线，因为这个地方特别的折进去，我只要有在这边上任何的粉底液、遮瑕膏，它最后就是会折进去。所以呢，我建议大家上妆到这边还没有定妆之前，先用干净的手指把就是这边积到的底妆啊，通通都推开。
推开之后，如果你后续要上眼影的话，眼影底膏就是在这个时候用，不是在定妆完用完蜜粉之后，这样就是干状的粉上面你再叠湿润的眼影底膏的产品，就是会结块。那我现在上的是推开就是透明没有颜色的这个 Inglot 的眼影底膏。不要太用力的涂抹，用就是也是弹点的方式。上完这种就是我的底膏是透明的嘛，上完底膏之后，如果你觉得你的皮肤就是眼皮的颜色很不均匀，有血管透出来，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做就是遮瑕的动作，但不要用遮瑕膏，我很推荐这个。这个是 MAC 他们出的这种眼影膏、眼影霜，这种叫 Pen Pot。那我自己推荐适合我们东方人适合的色号是这个，这个色号是 Panterly。像有的人看就是欧美的 YouTuber， 他们可能会用 Soft Ochre， 可是那个颜色有一点太浅、太黄。那像这种带肤色，而且是带一点粉红色感觉的肤色，在眼皮上面的血管的修饰效果其实很不错。所以如果你需要修饰这边的颜色，我不建议你用粉底液，不建议你用遮瑕膏，但你可以用这种就是专门让你上在眼睛上面雾面的，一定要雾面的底膏，不然会影响你后续的眼影的表现。有的人会直接用这个 MAC 出的 Pen Pot 当就是眼影打底，就不会再上我刚刚上那个 Inglot。但我自己的感觉，我自己觉得这个 Pen Pot 就是没有办法彻底防止我眼头这附近的双眼皮折基线。它可以让它好像减缓一点，或者是延迟它基线的时间，但我觉得它还是会，就是会让我有点基线的现象。所以我主要是拿它来修饰眼皮上面的颜色。如果真的要防止就是眼影在眼皮上面基线啊，或是出油整个糊掉啊，我觉得 NARS 出的眼影打底膏，还有 Inglot 出的眼影打底膏做得很好。可是 MAC 出的Pen Pot， 还有 Urban Decay 出的 Primer Potion， 我都觉得效果对我来说还好，因为我是眼褶有点折进去，所以容易基线。但是我自己觉得好像眼皮比较容易出油，但不是因为眼褶形状而造成就是眼妆花掉基线的人啊，他们好像会比较喜欢 MAC 的 Pen Pot 或者是 Urban Decay 的 Primer Potion。我觉得 Pen Pot 和 Primer Potion 好像对这种因为形状造成的就是基线好像效果还好，但他们好像对出油有不错的效果的样子，我不是很确定，因为我没有很容易出油。像这样眼睛的地方就处理好了，就不会像刚刚有底妆在这边容易造成基线的现象。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做定妆的动作。那我跟平常一样，还是喜欢用蜜粉扑，除非很冷的冬天，或是我皮肤那阵子非常的干燥，我才喜欢用蜜粉刷。用蜜粉扑之后，我用这个 RCMA 的蜜粉，这个色号是 No Color， 是完全透明，一点颜色都没有的色号。然后把蜜粉倒在蜜粉扑上面。之后呢，用搓揉的方式，先对折，然后慢慢的搓，然后换一个方向，然后趁这上面蜜粉的量比较大的时候，先定妆你刚刚底妆上比较多或是上了遮瑕产品的地方。然后拿粉扑的方式是这样，然后用转的方式，用轻压轻转的方式，不需要太用力。但是大家要注意，不要害怕使用蜜粉。如果你的蜜粉用量不够啊，
你的底妆产品的湿润感还是很明显的话，你的妆就不容易持久。因为其实好的蜜粉啊，你上的量多了一些，它也不会因为这样就干燥。好的蜜粉，你上的量多了一些，它也不会改变你的肤色。除了 RCMA 的 No Color 的蜜粉之外，其实我觉得 Laura Mercier 的蜜粉也很好用，只是容量和定价上面差异就有一点大。全脸都定妆了之后呢，摸起来是非常的干净。干净，没有摸起来非常的清爽，没有湿润的感觉，没有黏腻的感觉，很舒服。就是你的脸已经定妆好了。那最后我要再提醒大家，因为我这支影片是希望给彩妆的新手看的，所以我用比较容易买得到的粉底液这种产品，我也没有做调色的步骤，因为不希望就是刚开始化妆的朋友觉得步骤很繁琐、很麻烦、很困难，所以我也没有做调色。我要特别提醒大家，我今天底妆的颜色啊，比我平常会用的底妆的颜色稍微浅了一点点，所以大家买粉底液的时候，请尽量买贴合自己肤色的颜色，除非不得已有一点点小差距，如果你可以接受的话，那也没有问题。或者是你愿意买一升一起来调色也是可以。那希望今天这个底妆的步骤分享给新手的步骤可以有帮助到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留言给我。那希望大家在底下留言的时候可以告诉我，你在学底妆、在学化妆的时候，曾经犯过什么错误，或是你有什么很大的问题，或是你有什么有趣的趣事可以跟大家分享。拜拜。